哎，你这个人谁呀？怎么这么面生呀？把我们空调开的还在这里趴着睡觉？我是外面扫马路的清洁工。一个扫马路的清洁工，你怎么跑到这个办公室来睡觉你们老板让我在这里来休息的。他说外面有点热，他说我们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你说的挺可笑的，我们老板让你到这边来吹空调，在这里来休息的，你跟他非亲非故，他凭什么让你到这边来吹空调我告诉你这空调你也吹了现在给我交200块钱的这个空调费，快点！200块钱？怎么了？我一天的工资才50块钱，你让我交200块钱？我管你一天的工资是多少钱，快点交，快点！那我不吹了。你吹都吹了，你还不吹了？赶紧拿钱出来，给不给钱赶紧的！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打人呢？我怎么这样那样的我吹了空调不给钱呢？哎，不是姚经理，你们小丽，你在这儿来吹空调了？今天这个空调吹的怎么样？挺舒服的吧？舒服是不舒服，就是太贵了。这什么太贵了？这小丽是不是？这都是免费吹空调的。我昨天看到你们在那个马路上都热的那个满流大汗的，是不是？所以我让你们过来，没事的时候、休息的时候都可以到我这个办公室来吹一下空调呀。老板，你是让我来吹空调了，没想到你跟你们的管理是这样的人，骗我来吹空调。不是你这说的什么事儿？我都一头雾水。哎呀，老板，以后像这种好事你就别做了。你好心好意让这个保洁到这边来吹空调，是不是来休息？他现在还反倒说你是个坏人，你说现在的好事谁做呀？你就你一个爱做。小丽，你看我好心好意让你过来吹空调，你怎么这样说我的？老板，你是让我来吹空调没假，但是空调我是吹了之后还让我交200块钱，我一天的工资才50块钱，你让我交200块钱，我这不是现在生活费都没有了。可能是你哪里误会了是吧？我既然让你在我这个办公室来吹空调，我怎么可能收你的钱呢？对不对？但是你的管理确实收了我200块钱呢，他说是你指使让他收的，这怎么可能？这姚经理，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有没有收他200块钱呢？没有的事儿，老板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去收他200块钱呀？不是，我跟你说这个小姑娘看着她老实巴交的，她可能不会说谎，好吧？如果你今天收了她200块钱，你赶紧把这个钱给她你看他们是不是现在外面的温度都40多度是吧？他们在马路上扫多辛苦呀如果家里条件但凡好一点，现在你看她年龄也不大，你看谁愿意在这个马路上扫了个马路呀如果你拿了咱们就把这个钱还给别人。你看他们一天的工资也没有多少，也就几十块钱，200块钱你就赶紧给别人，好吧？哎呀，老板，你怎么向着一个外人说话，还不信我？你就信一个外人，真是的！我跟你说但凡有一个人说我收了他200块钱，我直接给他2000，行了吧？这个话是你说的是吧你看他说他没有收你的钱，你说你给他了，这到底怎么证明呢？你给钱他了？屏幕前的家人们，你们帮我证明一下，这个黑心的主管确实收了我200块钱，求求你们帮我证明一下，好人一生平安，这可是我1个月的生活费呀，谢谢你们了。来，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我相信呢这一幕你们也看得清清楚楚是吧？我这个管理他有没有收这个清洁工的他的200块钱？我希望你们呢也站出来帮我证明一下刚刚这个管理他也说了如果他收了他200块钱的话，他10倍给他就是2000块钱。我希望你们站出来帮我证明一下，右边不管是什么，帮我点点，谢谢你们了。给我站住！这是你的狗行李，给我拿着，这是你的工资，拿着给我走人。主管，我明天就转正了，你为什么要开除我呀？就因为你明天要转正，所以要把你开除了，你还不知道是吧？那我就告诉你，没转正呢，现在3000块钱我还能接受，那一转正不得给你8000块钱呢8000块钱凭什么给你一个臭农村人这么不识好歹，这3个月的时间你有没有知道孝敬我一点儿？连一瓶水都不给我买，我还凭什么仗着你赶紧给我走人！主管，这钱给你买水喝，你不要把我开除了吧？我家里面一家老小，我就指着这点工资过日子的。现在知道给我钱了是吧？晚了，我告诉你，给这么一点打发叫花子还不知道多给一点不真是。不是管理，你们这是在干嘛呢？在个门口在这吵什么呀？哎，老板你咋过来了？我咋过来了？怎么了？我这个公司我不能来？你在做什么亏心事了？我不能来吗？哪里做亏心事？我在给你办一个好事，老板。你给我办啥好事你看他这个实习生明天不是要转正了是吧？我把他开除了，明天我再给你招一批新来的员工，那工资还是3000块钱，你看多好
给你节约了一大笔钱呢。给我节约了一大笔钱是吧？那别人这个你看张丽好不容易是不是熬了3个月，好不容易转正呢？你现在把别人开除了，那这个事传出去了，这不是给公司抹黑吗？怎么会呢，老板？你看他一个农村人，又没能力又没文化的，开除就得了呗，那不是很正常啊？到时候我再给你招一批新来的员工，招一些年轻的又漂亮的，而且能力又高又有文化的，到时候还可以跟公司提高效益呢，是不是得告诉我？是不是要奖励我呀？这个确实要奖励你啊！你要跟我们公司招一批年轻人，是不是？然后呢，来了都是实习生，每个人就3000块钱。然后他转正了的话，每个月就是8000，是不是？另外多给他们5000，是吧？对呀。那你也是我们工厂一个老员工，然后呢，你现在年龄也大了，也待了有几年了，是吧？那要不这样吧，你看你现在一个月也拿着18000的工资，是吧？那我现在给你安排到那个保洁部去做，那个保洁部那个阿姨他们就5000块钱一个月，不是老板。我跟他们能比吗？怎么就不能比了？我当了一个大主管，我好歹跟着你打拼了7、8年，我给公司带来了多大的效益啊！是不是？你看这么多人都是我带过来的，70、80号人呢。哦，现在这个事情搁在你身上就是事儿了。你现在也知道你跟了我几年是吧？那别人熬3个月容易吗？3个月是不是90天了？也不容易吧，是吧？现在别人出来找一份工作啊，也是很难，好不容易到转正了。能拿一份高工资回去啊，就是说孝敬下父母啊，养养孩子。你倒好，现在一下子把别人开除了啊！不是老板，你说的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啊！你还在跟他比呀啊！刚才也说了，他就是个农村人，又没有能力，又没有文凭，开除就得了呗。什么叫你要掂量，我给你带来了多少的利润，是不是？你给我带了多少利润是吧？你在工厂平时嚣张跋扈是不是啊？仗着你带了一点人是不是？然后呢，你能力确实有一点是吧啊？然后呢，跟公司做了一点业绩是不是啊？你就在公司横着走，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吗？啊，还农村人，我也是农村人啊，你也在农村人的手底下做事啊啊！你到底啥意思啊？我啥意思啊？你到现在你还冥顽不灵，我觉得你这个管理呢，你也不要做了，好吧？我也现在为公司节约一大笔成本，好吧？然后呢，你这个管理不要做，我现在让他来做你的岗位，你现在被开除了，马上跟我走，好吧？你是在搞笑吧？你让这么一个农村人，既没能力又没文化的人来做我这个位置，你这种愚蠢的做法，你觉得有没有人支持你呀？啊？再说了，我可是堂堂的大主管，你要开除我，就为了这么一个臭农村人？哎，我就为了他，好吧？有没有人支持我，那不是你说了算，好吧？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啊，你们支持我开除这种既嚣张又跋扈的管理啊！因为我的员工明天就要转正了，他今天就把别人开除了，你们支持我的做法吗？如果你们支持的话，右边不管是什么，帮我点播。你现在立刻马上被开除了，马上给我滚蛋！开除就开除，像你这种没有良心的老板，我才不想带嘞。是这样的啊，张丽，你这个行李拿着，现在呢你不会被开除，我不说开除你，谁都没有这个权利说开除你。我现在带着你直接去转正，下个月的工资你就有8000块钱一个月了，你也可以好好就是孩子学费呢也就有了，好吧？好的，老板，谢谢你。老板，你看，就是他不去修机器，现在导致生产线上都停工了，工人都没活干呢。不是小丽，你在这捡垃圾干什么呀？是不是？现在工厂都停工了，机器都没法运营了，你怎么不去修机器呢？你还好意思说？那你问他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呀？老板是这样的，你看这边的李阿姨不是生病了吗？正好我看着她上个月总是在那儿闲着没活干，我就让她到这边来顶替2天，谁知道然后机器坏了让她去修，她就不去了。别把话说那么好听啊！你把我弄到这里来清理整理东西，你是不是想跟你亲戚腾位置啊？别在这里给我血口喷人，行不行呢？行呐啊，是这样的啊，你看你要不就看到我的面子上，你去把那个机器修一下，好吧？从下个月开始，我给你的工资每个月给你涨2000，你看怎么样？给我涨2000，我告诉你，老板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啊，你也别在这里给我画大饼。现在这个工厂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自己看着办，我还不干呢你。老板，你看他什么态度？你干脆把他开除得了。我告诉你，我开除你，我就不会开除他。你自己看一下啊，别人一个机修工，你把他安排这儿来干什么呀？啊，我告诉你啊，你说别人上个月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在那儿游手好闲，对吧？那么这机器没有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找回来，他没有回来，你明天不用回来了。
哎，小何，你干嘛呀？我下班了呀。你下班了，那等一下来客户，谁来端茶送水呀？你的客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签的是劳务合同，又不是签的卖身契。你什么态度啊？老板，你看他这个态度，干脆把他开除得了。什么开除得了？是不是？现在是下班的点儿，是不是？别人正常下班，这没有错呀，是不是？他刚才说的也没错，别人签的是劳务合同，也没有签卖身契。客户来了，咱们招待一下就行了，走吧。行，老板。哎呀，怎么这么凉快？哎，谁把空调开了啊？你们一个个的，谁让你们开空调了？不是跟你们都说了吗？不到42度不能开空调。不是，现在外面38、9度了，不开空调，人哪里受得了呀？怎么受不了？就是受不了，还在这里给我犟嘴。这公司的电费不要钱的啊！老板开会的时候都说了啊，过了端午节以后都能开空调的。少了老板来压我，我告诉你，老板现在不在这里，我说了算。你们一个个啊，想开空调是吧？那也行，必须得给我交钱，听到没有？每人给我交1000块钱。什么还交1000块钱呀？怎么啦？赶紧交钱！我不交，别人都交了，你看，这别人隔壁的都交了1000块钱，赶紧交钱。算了，哎呀，我怕让我交呢，给你。算你还懂事，你的呢？我不交。你不交是吧？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你不准在这个办公室办公，直接给我出去。你可以在这里给吹空调，听到没有？凭什么呀？凭什么？还凭什么呀？赶紧不交钱就走，赶紧走。我可是老板亲自招进来的，你凭什么赶我走？赶紧给我走，少废话！这干嘛了，管你啊？我在隔壁办公室就听到你们大吵大闹，吵什么呀？这个老板，你看，还不到42度，他们竟然把空调开了，这不是浪费电吗？一个个农村人，这说什么话？这么热的天怎么不开空调了啊？这谁让你把空调给关了的呀？老板，你看他不准我们开空调，前2天那个小李热的中暑了，现在还在打吊瓶呢。就你事儿多，一个个农村人，就你矫情。你怎么说话的了？是不是？现在外面天气都38、9度了，这不开空调能受得了吗？啊！我刚刚从你办公室过来的时候啊，我看你办公室的空调也开着了呀。哎呀，老板，我能跟他们比吗？我天生怕热。再说了，我堂了一个大主管，我不得把空调打开凉快。我回去的时候，我在外面办完工，我回去的时候是凉快的呀，是不是？哦，你现在知道你回去了，你凉快，是不是？在公司人人平等，怎么你就能开空调，他们就不能开空调了啊？刚刚你也说了，你要为公司节约成本，对吧？你看啊，你是一个管理，我是一个老板，那么我们是作为管理的，是不是我们应该以身作则？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也不开空调，你也不要开空调，咱们这个夏天都不用开空调。你看，要为公司，咱们要节约多大一笔费用啊？是不是？哎呀，老板，你是大老板，我是大主管。怎么跟他们能比呀？我们都是金枝玉叶，他们一个个都是臭皮大肉的一些农民工，怎么还这样比呀？你真是，你这是怎么说话的呀？啊，什么叫臭皮大肉的？你在城里站了2天，你就变成城里人了，你就高高在上了啊？你就高人一等了？农村的啊，没有农村人的付出，哪来我们这个城市的繁华呀？啊，我们也是农村人，一步步的走到今天呢。老板，我告诉你，他刚才还收到小李的1000块钱了。什么？你还在那收钱呢？老板，他们要吹空调，那不得收电费呀？你把钱赶紧给我拿出来。来，在这里。你这好像不止1000呢。啊，那隔壁的不是也收了吗？你这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呀？我有没有开会跟你说，是不是啊？咱们啊，如果天气热了，咱们都能开空调，你还收到隔壁去了？你收几个月了？我问你。就这1个月呀。行，好，来，你把这个钱拿着。好，谢谢老板。这个钱我等一下我自己送到隔壁去啊！我告诉你，今天你准备把这个钱拿到哪儿去啊？就交电费呀！你交电费？公司什么时候你交过电费的呀？公司电费都是我统一交的，我怎么没看到你交电费呀？如果今天这个事情我没有发现，你是不是把这个钱准备自己揣腰包呀？哎呀，老板，你怎么是这样想我呀？这不是今天收了，我准备今天就去交的呀。你准备今天去交是吧？啊，你不要在这跟我狡辩啊！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你现在立刻马上跟我走人。不是老板。你有没有搞错？你脑子是不是烧坏了啊？我为你着想，为公司节约成本，你现在倒好，还反过来还向着他们说话，你是不是脑子里面有问题呀？啊，你觉得你这种做法有没有人支持你啊？我告诉你，有没有人支持我，不是你说了算，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蛋！你就是傻啊！你们放心，以后呢，只要天气热啊，咱们就把空调开着，好吧？好的，老板。那行，你们好好在这工作，我把这个钱送到隔壁去，好吧？好的。谢谢老板。经理，帮我签个字来。挺会来事的哈。好，给你签了吧。谢谢你啊。来，帮我签个字。
娘，这为什么签不了啊？这是材料不足还是什么原因？嗨，材料不足，肯定是材料不足。你没看你前面的人是怎么做的吗？前面人怎么做的？意思没有给你好处费，这个字你就不签呗？你这不是废话吗？我坐上这个位置，你知道我在背后花了多少心血和钱吗？你做这么重要的岗位啊，你在这儿收取贿赂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啊！你以为你谁啊？你还开除我？我以为我是谁啊？我告诉你，你的工资就是我发，你说我是谁？难道是老板吗？完了，完犊子了！哎呀，老板找我有什么事啊？管理过来了是吧？是这样的，我看最近这不是马上要10月1放假了嘛，是不是啊？我就想安排你一件事，你把所有员工的名单，把它立个名单，然后呢，我准备这次呢，本公司的效益不错嘛，我准备团建，让他们今天出去玩一下。所以说你这个事情呢，你一定要给我落实下来，把他们名单都立一个表，然后送到我这儿来，看他们有的带家属，有的不带家属的，都给我立清楚，好不好？可以，老板。另外呢，这有10万块钱，你把这个钱拿下去，把员工每个人给他发1000块钱的奖金发到他们手上。这个你放心吧，这个事我时候做，知道吗？行，那你一定给我办妥妥了啊！哎呀，这么多年了，老板你还不放心我吗？对不对？放心，去吧。好。哎，主管，你真让我好找了，从楼上楼下找了8层楼。是的，主管，我我说你干啥去了？是不想干这份工作？怎么不想干呀？就是老板派我出差，前天去武汉，今天不是才回来吗？你比我当主管的还忙啊！因为老板给的活太多了嘛。真是的，这整得满头大汗的。我告诉你个好事儿，什么？这不11马上公司放假了吗？放7天，这么好啊？当然了，不仅放假，我跟你说还有福利。什么福利啊？每个人11的福利，每人给了200。这么多？你以为啊？这个李大山啊、黄河了、长江啊，都到我办公室一领呢。你有好事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真是我怎么说你呀？那我真错过了。我真不想给你。来，200块钱拿着。哇，这么多！当然了，我跟你说，往年老板都是没有给福利的11。今年公司的效益好，知道吗？谢谢老板。这个呢，11你还可以带着你家人，带着孩子，正好孩子放假了嘛，带着在野外啊。吃点好吃的，看看外边的风景，让他放松放松，知道吗？行，我正好准备把孩子带到出去玩的。真是的，元旦的时候还有，到时候记得去找我，知道吗？好，别让我到处找。好，谢谢主管。成天累死了。好，先走吧。辛苦了。好。哎，老板在忙啊？你怎么过来了？这是这次的团建的名单，你看一下。怎么是你送过来的？我不是让那个经理送过来的吗？是的，经理他有事，他看我在这边，就让我送过来了。这个表立的挺详细的啊。这人员安排的挺好的。是的。好，这个可以了，我看了都行，没什么事，你先下去吧。我有事，老板，不是这次国庆的福利，你给公司员工都发了那么大的福利，非常的感谢你啊，每人都发了200块钱的红包。不是200？是的，老板。你确定每个人都是200吗？对呀。好，那这个事情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工作吧。先谢谢老板呢，没事了，去吧。好，200，这我明明让经理给我送的是每个人1000呢，怎么是200呢？我先问一下，喂，经理是吧？你现在立刻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事问你啊。现在。表妹在忙嘞？表姐有什么事啊？我想找你借点钱。找我借点钱啊？你先坐下来说吧。好的。你有什么事找我借钱啊？是这样的，你看，我姐她出差了，不在家，电话也打不通，也联系不上，所以我只能找你借1万块钱了。因为我公公现在住院，需要1万块钱，你能借给我吗？这是个大事，刚好我这里有1万，借给你吧。谢谢表妹啊。没事，那我先走了表姐是这样子，我们亲戚归亲戚，是不是？这个借钱还是要写欠条的，是不是？这样吧，我给你打个欠条，可以吧？可以啊。你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就把这字签上，好吧？好的。行了吧，你看一下。好。那我走了啊。没问题。你看我这个表姐哟，脑袋里面是不是有毛病呢？哎呀，我这个表姐真是傻不拉几的。我在这里写了个小1，她都没看出来。刚好我这里可以多加一个0，在这里今天净赚了9万块钱。哎呀，真是不错，太开心了。
哎，表妹在忙呢？啊，表姐，什么事啊？我这不是刚出差回来吗？这不是妹妹说在你手上拿了1万块钱，跟她公公治病吗？是不是？我今天呢，我就路过这儿，我特意给你送过来了。来，表妹，你把这个钱点一点啊。表姐，亲戚关系，你干嘛这么着急啊？这不是借了钱，肯定是要还的，是不是？我今天的公司还有点事，我就不请你吃饭了，下次我再请你吃饭，我就先走了，好吧？啊，表姐是这样子的，那剩下的9万块钱什么时候还呢？剩下的9万啊，这妹妹，你不是说在这个表妹手上就拿了1万块钱吗？怎么就变成10万块钱呢？姐，我是在表妹手上借的1万块钱呀，没有借10万。是的，表妹，她当时跟我说，她说在你这儿拿了1万呢，怎么就拿了10万呢？表姐，你看我们都是亲戚关系，我怎么可能会讹他？是不是？他就在我这儿借的是10万块钱。表妹，我哪里借的是10万呀，就是1万呀。你看，表姐，我也不会乱说的，是不是？你看我这里有借条的，然后还是他签过字的，你看没有？那个是的，这个妹妹，这个上面你借的1万，怎么这上面就写10万？你当时没看吗？姐，我看了，当时看的时候就是1万，我才签字的。哎，表姐，你看我这是有欠条的，你这妹妹不懂事，难道表姐你也不懂事啊？表妹，我就是借了你的1万，你要我还10万，我肯定不会还的，剩下的9万我不会还的，我也不会认账的。表姐，你这上面写的确实是10万块钱，但凡有一个人说我讹你10万块钱，我双倍还你20万块钱。如果没有一个人证明的话，我跟你说啊，这个10万你必须要还给我。不是啊，你看表妹啊，当时呢，她公公病了，是不是？你借1万块钱，她是不是啊？我非常感激你啊，让她公公呢渡过难关，是不是啊？我相信这一幕呢，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他们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吧啊？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啊，我相信呢，这一幕呢，你们也看得清清楚楚，是吧？我妹妹有没有借我表妹这个10万块钱啊？我希望你们在评论区留下你们宝贵的意见，谢谢你们了。哼，看谁能证明。主管，你的饭给你打回来了。现在到几点了？你看一下啊，想20万你是不是？我刚才在路上摔了一跤，所以才来慢的，对不起，对不起。你摔了跤关我什么事呀？退回来呗！主管，你把饭钱给我，我就给你打。你还想要饭钱？我让你给我打饭，是我看得起你，你知不知道？主管，前几次的饭钱你都没给我呀。你想不想干？不想干，你哪给我滚蛋！不是管理，这口气挺大的，让谁滚蛋呢？这个，哼，老板你来了啊！你一个新来的员工他不懂事儿，他不懂事儿啊！我看大老远，我看你就给他打一巴掌，怎么就不懂事了啊？你看他一个新来的员工，我让他给我打饭，他还给我要饭钱，你说他这种人该不该打呀？新来的员工他是来工厂啊工作的，是不是啊？那么你平时是不是要多带带他？他来是工作，不是来听你使唤的，更加不是来伺候你的啊！那以后我也让你给我打饭，我也不给钱你啊。然后你给我饭送完了，我也给你来一巴掌，你愿不愿意啊？哎，老板，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你相信我不是这样的人是吧？我今天啊，我不看到这种事情，我不知道你是这种人品啊。你这个管理现在啊，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走人。不是，老板，我好歹也跟了你4、5年，鞍前马后的，你现在为了一个新员工，你要开除我呀？我不服！你还不服是吧？我会让你心服口服。来，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啊，你们支持我开除这个既嚣张又跋扈的管理吗？如果你们支持的话，右边不管是什么，帮我点播点播，好人一生平安，谢谢大家了。滚，走就。姐，怎么了啊？我这怎么找你借1万块钱呢？哦，借钱是吧？借钱等一下到我那个办公室去了啊，我现在没带钱，好吧？啊，好。哎，不是我的手机呢，这个小张。哎，姐，我都没看到你拿手机啊。不是，你把我的鞋子踩脱了，我就放在这个地方，这也没有第3个人呢。你把我手机给我吧。姐，我真的没有拿你的手机，你看我拿你手机干什么呀？你看这个世道是要讲证据的，你怎么证明我拿你手机的呀？行，你刚刚跟我说你要证据是吧？我现在就给你证据，好吧？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啊，我相信刚才的一幕呢，你们也看得清清楚楚，是不是？我那个手机我就放在这个地方，我现在转个身起来，这个手机都没有拿，没有看到，是不是啊？这个小妹说她没有拿我的手机，那你们说我有没有冤枉她拿我的手机呢？好好干啊！到时候我让我的表姐给你涨工资，听到没有？来着，天天不好好工作，就知道玩手机，看我天天忙死了，真是。这么忙啊，表妹？啊，是的，表姐你过来了啊，是的。你看他就知道玩手机，哎，一直不干活。我没玩手机，手机就在你手上，还没玩？谁玩啊？你说我玩手机是吧？我告诉你，老板，我一表我的决心，我以后再也不玩手机了。哎，
行，给你点个赞啊！今天我过来呢是给你们发这个奖金的，来，这个燕子你拿着。好，谢谢老板。老板，那我的呢？你的奖金是吧？把这个地方打扫完了，等一下到我办公室来领，好吧？哎呀，真是！等一下，我的手机要是坏了，我唯你是问啊，我看一下能不能开机啊？活该！谁叫老板来了之后你往我身上塞的？开不了机了，赔钱！老板，你看一下他做个事拖拖拉拉的，都1个多星期了，这个方案还没做完。你看，要不然把他开除得了。你看啊，员工来咱们工厂了也不容易，是不是啊？咱们不要说动不动就开除他，是不是啊？你看他做事拖拉的原因，除非就是2种啊，要么我们现场来测试一下，好吧？行，老板。来，小丽，你把这个方案给我看一下。是小丽，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给我呀？你要啊，我没想就给你了呀。你看这个方案拖拉的原因啊，要么他就是不会做，要么就是脑袋里没东西，要么就是他的执行力太差。哦，是这样啊，老板。那第2个原因呢？小丽啊，今天呢，我就是你看你来我公司也这么久了，是不是啊？今天呢，我就请你吃个饭，你把家属可以一起带着，好吧？是吧，老板？来，你看啊，这就是第2种看，这就是对工作的喜爱度，是不是啊？如果他喜欢这一份工作，他肯定是能把它做好，对不对啊？等一下呢，你就跟他调个岗，但是呢，工资不变。如果他再做不好的话，你再开除他也不迟，好吧？行。那你们现在2人交流一下，好吧？你这黄啊！你这个臭女人啊！你个烂女人，天天勾引我的老公啊！他现在一天到晚都不着家，我的孩子生活费都没有了。你这戴的项链是不是就是他给你买的呀？你干什么呀？你帮了忙了没有啊？我告诉你啊，我心燕，我让我打错人了。干嘛呀？怎么了？你打错人了，你不知道道歉吗？我还给你道歉？老娘什么时候给别人道过歉呀？你去打听打听，这方圆几千里，我给谁道过歉呀？谁不知道我的大名啊？我告诉你啊，我长得这么大，我还没受这样的欺负啊！你不道歉是吧？不道歉是吧？啊！我告诉你啊，我让你长长记性啊！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你们觉得这种女人她该打吗？哎呦，你这是瞎演呢！你这是不是？这我不是故意的。哎，小红，你怎么在这儿来了呀？哼，你认识我呀？你看一下我是谁？我是小燕。哦，原来你是小燕啊！是的。哎。当初我跟你2个人一起出来创业，那我说我自己没有创业成功啊。回家的时候，那老乡他们都说，好像你混得风生水起的，怎么混成这个样子还风生水起呀？啊，这不是的，你看啊，就是我们那个保洁阿姨，是不是早上呢，她不小心在这个地方一桶水啊翻在这个地方，把她滑倒了，这个腰滑倒了，然后呢，我就让我的那个助理把她送到医院去了，是这样的。拖地就拖地，还在自己脸上贴金呢啊！我看你呀，哎，不好说你啊。不是，那你是来这个公司干嘛的呀？我是干嘛的？我告诉你，我可比你高级多了。我是来这个公司应聘高管的，知道吧？以后我到这里，你来巴结巴结我，到时候我给你升成一个保洁部长，怎么样啊？还有这样的事是吧？那这个在这里呢，感谢你同学，谢谢你的照顾，好吧？那么我呢也是这里的高管。你拖地就拖地，还在这里搞笑啊？还说是这里的高管？行了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我去见我表哥了，我去应聘了。那行。老板，哎，我回来了。你那个阿姨现在在医院，她那个腰没什么问题吧？没什么问题，医生就是说让她在医院住个3、5天的。哦，那行，等一下下班了你还过去照顾她一下，好吧？好的。等一下，小妹儿，你刚才叫他什么呀？他是我们公司的老板呀，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下去忙吧。小燕儿啊，真的是不愧是当初你还是这个是吧？我看你这个现在成大老板的，这里的大老板。那以后我到这里来上班的话，你就多照着我，好不好？你自己看一下，你这个脸变得快不快啊？这个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是不是？你刚才那个瞧不起我的那个态度去哪儿了啊？我告诉你啊，做人咱们不要瞧不起任何一个人，30年河东，30年河西，知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今天呢，既然咱们也是老乡，对不对？也是老同学了啊。那么这个工厂呢，你肯定是进不了，是不是？等一下呢，晚上要不我就请你吃个饭。哎呀，这是你说的，又是老乡又是老同学，那你就看在这个份上，你就直接帮我录用了呗，是不是？这不是一小事一桩嘛？小事一桩是不是啊？小事看人品啊！刚刚你说我是一个保洁啊，你各种的嘲讽我是不是？取笑我对吧？现在呢，
知道我是老板了，怎么就换了一副面孔？你觉得你这种人品还能配进我们公司吗？我们公司招人的标准，首先看的是人品啊。然后呢，你这一关没有过，好吧？不好意思，等一下晚上咱们就一起吃个饭。现在呢，我也没有什么时间，好吧？那你的意思就是不帮这个忙了呗？还老同学，还吃饭，谁跟你吃得下去呀？我看你这个公司也不怎么样，我还不想待嘞。老板，我想请假回家睡2天觉。回家睡什么觉？就在办公室睡觉就可以了呀。不行的，那个财务知道会扣我工资的。那行，我给你放2天假，回去睡觉吧。不行的，人事部知道会说我的。那这样啊，那你明天让财务跟人事明天都不用来了，好吧？啊，好，谢谢老板。来，你等一下，来，怎么了，老板？你把这1万块钱拿着回去花。来，老板，我也没开单，你给我钱干什么呀？没事，拿回去花吧。好，谢谢老板。燕总，你这样花钱，你不得亏死呀？没事的，老板，我回来了。不是给你放假了吗？让你在家休息吗？啊，昨天没有忍住，然后陪客户喝了2瓶白酒。你看，燕总，我说这小姑娘拿钱不办事儿，是不是？你看，喝了2瓶白酒，给你签了一个大单，1000万的订单，你看一下。哇，你真有能耐，你休息就能签这么大订单。你说喝了多少白酒啊？喝了2瓶，喝了2瓶白酒是吧？来，燕子，这个你拿着，这是1瓶白酒的钱，来，这是2瓶白酒的钱，拿着回去花。好的，老板大气。行，哎，你等一下，来，你回来。怎么了，老板？今天下午呢，公司准备团建，你下午呢一定早点过来，好吧？没有你不行，好吧？好，谢谢老板。是这样的，丽姐，那么晚上呢，你一起。不用，没事。哎，老板，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不值得深交呀？小芳，你这个问题呢，我用言语无法教会你，我用实际行动来教会你，好吧？好的，老板。你看啊，你这个月发工资了没有？发了呀。你这个月发多少呀？发了11000。发了11000是吧？你看我现在手上没有现金，我等一下出去有点事儿，你要不借5000块钱现金给我？那行吧。好，那等一下那个李总要过来，我晚上呢我准备请他吃个饭，你再借5000块钱给我。行吧。我那个车也要保养了，你索性把这个1000块钱也借给我吧。老板，这1000块钱借给你，我就没法生活了。你看你这个1万块钱都借给我了，你这1000块钱你拿着干嘛呀？你不借给我？老板，你怎么能这样呢？来，你看到了没有啊？9次对他好啊，1次对他不好，是不是他就会给你翻脸？是不是啊？你觉得像这样的朋友，咱们值得深交吗？老板，我知道了。终于可以下班了。终于可以下班了是吧？明天周末你们都留下来加班，好吧？为什么呀？因为明天客户要过来，因为他来了，不能说我们公司一点人气都没有吧，是吧？为什么是明天呀？就是啊。因为客户他定的就是明天时间，是不是？如果你是客户，你说了算。好了，先等一下。喂，老公，我想吃鸭脖了，你明天到武汉去给我买2包鸭脖吧。好。还吃鸭脖？喂，张总，你明天来不了啊？你要去武汉呢？那行，那么咋的？咱们就改天再约，好吧？好。明天还加班吗？明天不加班了，明天你们都放假吧，好吧？忙着呢。燕子，什么事吗？是这样子，我在老家带了点茶叶过来，这是我家自己种的，你品尝一下。不是燕子，你也知道我茶叶喝完的，你也知道我爱这一口是吧？这个太感谢你了，你还有心了啊。老板是这样子还有个事想找你帮一下忙。什么事儿？您说。就是我想找你借3万块钱。不是借3万块钱，这借3万块钱是家里是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子，我孩子他不是考上了大学吗？我想跟他办个升学宴，然后热闹热闹。你借3万块钱，那你老公呢？他没有出去工作吗？3万块钱还用借？没有，我老公他在家里面不是照顾他的父母嘛，然后还有2个孩子，然后家里面的重担就全部落到我头上来了。他种地呢，他颗粒无，就是收成好的话还可以，收成不好的话那颗粒无收的。你说的意思就是现在父母年龄大了是吧？然后呢，家里也需要人照顾，老公就在家顺便种地，然后就照顾老人，再顺便孩子在家上学是吧？就照顾孩子是这样吧？对。行，你说刚才说要多少？3万块钱就够了。3万块钱是吧？行，好，来这里有3万块钱，你把这个钱拿着，好吧？你这个准备什么时候回去跟孩子办那个升学宴呢？老板，我日子还没挑好，如果挑好的话，我就再请假。那行，这个钱你先拿着啊。你看你孩子那个什么时候升学宴呢？你就通知我一下啊。我让线上几个员工给你开2个车去，然后我也
啊，我也跟他们一起去啊，去跟你道贺一下，给你就是长长脸。你看你平时你在我们工厂了，也是兢兢业业的，是不是？也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一个人，好吧？好的，老板。老板，那好，你看你借了我3万块钱，是不是？那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吧？你看啊，既然你今天想到我是吧，来到老板我这里来借钱，咱们一般的说跟别人借东西的时候，我还考虑一下那个人会不会借给我是吧？所以说你没把老板我当外人是吧？你既然来跟我张这个口，咱们这个欠条呢借也不用打了，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这个钱呢，咱们就是慢慢的还，好吧？那太感谢你了。是这样的啊，你看你的孩子那个升学院呢，这我提前给你包了这个有5000块的红包，你把这个钱你务必收下，好吧？老板，你看你又借钱的，又给红包的，这搞得我多不好意思呀！你给我记清楚，这个钱他不是给你的，这是给你孩子的，好吧？来，你拿着，我也给你沾沾喜庆，好不好？那太感谢你了，老板。行，那你先去工作，等你要回去的时候呢，你就通知我一下，好吧？好的，老板。那谢谢了。去吧。主管发工资呢？是的，来了是吧？来，这是你的5000块钱，拿着。哎，不是，主管，我的工资怎么才5000块钱呀？5000块钱还嫌少啊？你看别人新来的员工工资都有8000的，是不是？我的工资，我在这儿干了5、6年的，工资才5000块钱。别人新来的是什么学历？别人是大学学历，你呢？小学都没有毕业，跟别人有什么可比性呢？我有什么可比性？我在这儿好歹干了5、6年，勤勤恳恳的，又没犯什么错，你怎么才给我发5000块钱呢？我告诉你啊，你还好意思说呢？别人5、6年的人那早就走了，就你还赖在公司不走。哼，你说这话我就不乐意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如果这样的话，我这个钱我也不要了，我现在找老板去。我跟你说，哎，不是，来，小芳你回来来，你们这怎么发个工资还在这儿发火？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老板，你是过来的啊？你看我给他发工资，他还嫌少。不是，他们的工资你这给他发了多少？他嫌少呀？老板是这样子的，你看别人新来的员工是不是工资都有8000的，是不是？我一个老员工在这儿干了5、6年，工资才给我发5000块钱。还有啊，我说我在这儿干了5、6年，他说什么？他说你在这干了5、6年的人早就走了，意思就是说我死皮赖脸在这赖的这个公司不走啊。你这怎么说话的呢？是不是？我们工厂没有这些老员工，我们工厂能有这么好吗？能有我们工厂的今天吗？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老板，你别听他一面之词，这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呀？那你什么时候说啊？你心里明白？还有老板，我想问一下，我们公司到底是看重的是能力，还是看重的是学历？我跟你说啊，小芳，学历跟能力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工厂首先看的是人品。如果人品不行，就是能力、学历再高，我们工厂也不会录用的，好吧？不是你们今天怎么发工资？我们的工厂的工资一直都是打在工资卡上，怎么今天拿这么多现金在这儿发现金呢？老板，他是黑市户口，办不了工资卡，所以只有发这个现金了。哎，我这奇了怪了，我的如果是黑市户口的话，那我怎么坐高铁过来的呀？啊？我说你是小学没毕业，你还真是啊，没有一点见识啊！这个工资卡和那个买高铁票那是两码事，知不知道啊？这什么就叫两码事呢？他说的没有错呀，是不是啊？既然他的身份证能坐高铁啊，那么他就能办工资卡，是不是啊？你这个给你发这个现金发了多少？发了多久啊？然后是发了几个月？给你在这儿还发了几个月？我一直都是发了5000块钱，我在这儿来了6年呢。不是你6年就是一直发了5000吗？是啊，然后我前天我碰到一个新来的员工，我就问他，我说你工资多少？他说8000，我就奇了怪了，我说怎么可能8000块钱？你工资怎么比我还高？然后我才起疑的。哦，不是小芳，你们那过来那个时候有6、7个人，但是你们那几个人都是发了现金吗？是啊，他们跟我们几个人都发现金呢。就是你们已经在这儿来了6年，6年一直都发了现金，是这个意思吗？是啊。来，主管，你跟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哎呀，老板，这个事你就别管了，他们是我的老乡，我把他们带出来的，你是不知道，他们在家里面啊，真是一无是处，说穿了就是这样。你看，养个鸡死的，养个鸭也死了。那种一点地呢，一年到头也搞不到1万块钱。你说我把他带出来，对不对呀？一个月的话也有5、6千，那一年到头那也有5、6万、6、7万吧，是不是？他还嫌工资少。你给我行了啊！你扣了别人6年的工资呀，你知不知道啊？6、7个人啊，我告诉你啊，经过这个事情，我足以能把你送进去，你知不知道？6年的时间可长可短啊！你还管别人在家养鸡养鸭啊？怎么着的啊？我告诉你，他在家怎么样，我不管，是不是？今天既然这个事情现在已经被我发现了啊，你现在下去给我统计一下，
扣了他们多少人多少个月，然后多少钱，你今天的一分不少的全部给我补回来啊！你今天下去给我统计一下，把这个表立下来，明天送到我办公室，我会找你的。哎呀，老板，你说的那么吓人，还把我送进去？行行行，我下去统计，我统计。你下去统计啊，小芳啊，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我确实不知道啊。要不这样吧，这个钱呢，我现在就放在这个地方。你看你他不是你们一起来的有6、7个人吗？是吧？你现在下去让他们不用上班，直接到我这儿来，我把这个钱给你们核对一下，看你们有多久的没有给你们补齐。我今天呢，我会一分不少的把你们的工资全部给你们发下去，但是这个管理呢，工厂绝对不会留他的，我会把这个钱给我追加回来的，好吧？好，谢谢老板。啊，那我在这里等你，你们赶紧去，好吧？好的，那没事，我先下去了。老板，我找你有点事儿。行，你先等一下，好吧？好。小唐，你这找我有什么事儿？你说。老板，我想找你借1万块钱。找我借1万块钱？昨天才发工资，你的工资都差不多快小1万了，怎么今天就要跟我借钱？这家里是遇到什么事了吗？老板，你别提了，那昨天我这不是手欠吗？昨天去打牌输了，我不知道跟我老公怎么交代。你一个女人自己带2个孩子打什么牌呀？你把这个1万多块钱留给孩子用不好吗？学了啥不行，还学了去打牌啊？我告诉你，你这回去你老公惩罚你也是活该，还借钱给你啊！我跟你说，今天我不是怕你回去跟老公2人吵架，我告诉你，这1万块钱我不会借给你的。刚刚财务跟我拿了3万块钱过来了，不是今天要给那个员工他们发这个高温补贴吗？那我就先给你1万，好吧？我告诉你啊，下次再不准打牌了，听到没有？知道了，老板。行。这个不对呀，我这个刚刚我让财务跟我送过来3万块钱，我这个准备给那个他们发高温补贴的这个仓库里面的，怎么这就剩2万块钱的呀？哎，不是，老板，你什么眼神啊？你看我干什么呀？不是，我刚刚让他送过来，是不是我这都没有出去过，怎么就少了1万块钱？这怎么回事啊？老板，你要不想借钱就直说，你何必说在那里说你的钱不见的，这还冤枉我。我现在钱不见的是事实啊，还搞成我不想借钱给你啊，这也就你进来的下，对吧？那我这个钱他自己长翅膀飞跑了吗？老板，但凡有人说这个钱是我拿的话，我双倍给你，而且自扇耳光10下。如果没有的话，我告诉你啊，老板，你不但要借我2万块钱，而且这个钱还不用还。你的意思是说没有人证明这个钱我给你2万还不用还是吧？是啊，我告诉你啊，群众的眼睛他们一定是雪亮的，一定会站到我这边，好吧？来，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啊，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公道自在人心啊。刚刚我这儿明明是财务跟我送过来是3万块钱，也就我这个员工过来了一下，就少了1万块钱啊。这个1万块钱是不是这个员工拿的？希望你们啊站出来帮我证明一下，右边不管是什么，帮我点一点，谢谢大家，好人一生平安。你干嘛呢？哎呀嘞，看一下怎么？这不是我的快递，你不能拆。哎呀嘞，我拆一下看一下怎么了？这是小你的快递，他的快递关我什么事？我就看一下怎么你了。咱拆了，我怎么回去跟人家交代呀？你交不交代关我什么事？我就看一下怎么了。你平时拆我的就拆了。你们2个不用工作吗？怎么在这大吵大闹，吵什么了？老板，你来了，来的正好，你给我做主呀。这什么事呀？你看，他就是拿着别人快递就拆，但是拆我的拆了就拆了。现在小李让我给他带的快递从他这里过，他就把快递全部一拆了，等让我回去怎么跟小李交代呀？不是小芳，你怎么能随随便便拆别人的快递呢？老板，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知道我喜欢拆快递，我拆了看一下怎么了？快递是别人的隐私，你能随随便便打开吗？如果别人在里面整一点不该整的东西，你是不是要拿出来还尝一下呀？老板，你看这话说的，我又不是文盲，我又不是不识字。我告诉你啊，你不是文盲是吧？我看你这个病得治，知不知道呀？老板，我也知道我这个病得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治啊，我就是喜欢拆快递。你就喜欢拆快递是吧？但是呢，今天这个病呢，也只能我给你治，好吧？真的呀？行，我跟你说啊，现在从今天开始啊，1楼到6楼这6层啊，快递都由你给我送啊，但是中途呢不允许你打开。老板，你看我一个坐办公室的人，我虽然说喜欢拆快递，你让我送快递，这看别人看着不掉面啊。别人掉面啊！你拿着别人的快递你就拆，你这样不掉面吗？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我不是跟你商量啊，我是通知你，你能干你就干，不能干你现在可以跟我走人，好吧？老板，那干多久啊？干到我满意为止，干到我啊让你这个毛病改掉为止。行，我干还不行吗？拿着快递走，活该！好好干啊！
等一下我的表姐过来，我让她给你升职加薪，听到没有？你看看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在那玩手机。你看看我一早上忙到现在都没有歇过，真是。表妹，哎呀，这忙着了表姐，是的，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啊！我刚过来啊，你这怎么上班的时间在这玩手机啊？哎呀，表姐，你真是你不知道，我一早上在这里真忙得不得了，他就是知道在那玩手机，都不知道帮忙。是的，这上班的时间你怎么让玩手机呢？我没玩手机，哎呦，手机就在你的手上，不是你玩还是谁玩啊？我以表我的诚心，我以后都不玩手机了。哎，你这个忠心表得好哈，我给你竖个大拇指啊！今天呢，我过来是给你们2个人发奖金的，好吧？来，这是你的5000块钱奖金。谢谢老板。嗯，哎呦，表姐，那我的呢？你的奖金是吧？嗯，你把这个地方都打扫干净再说，好吧？哎，你先给我，我再打扫是一样的。你想要奖金是吧？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等一下，我的手机如果坏了，我唯你是问呐啊！关我什么事？完了，开不了机了，赶紧赔钱！活该！小唐还在忙呢。哎，老板你过来了。啊，是的，我在工厂了拿了一个玩具。我知道前天你孩子不是这放暑假了吗？过来玩了是吧？嗯。我在工厂拿了一个积木啊，你等一下了下班了你就带回去给孩子玩，好吧？哦，老板你也太客气了，那就谢谢老板了。这个没事，这是自家工厂生产的嘛，是吧？啊，那你早点把工作忙完了，早点回去陪孩子，好吧？好的好的。哎，小唐在忙了。哎，老板你过来了。啊，那昨天那个客户刚好跟我送了2条烟过来了，是不是？我也不抽烟，然后呢，这个烟我知道你不是你父亲把孩子送过来了吗？是吧？你父亲在这儿，我也知道他爱抽烟。等一下你把这个烟拿回去给他抽，省得你花钱去买，好吧？哇，老板你想的太周到了，我还说下班去跟他们买的，那就谢谢老板了。没事没事，早点回去啊。嗯，好的。堂姐下班了，你怎么还没回去啊？哦，你看这个方案，老板着急着要，我要加班加点的，赶快把他赶出来。哎，没事的，你看老板平时对你挺不错的，是不是？就算你没有完成，老板也不会怪你的。话也不能这么说呀，咱们人与人间是相互的，老板给咱们脸，咱们要能接得住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不为别人遮风挡雨，别人凭什么天天捧着你啊？你说对不对啊？对对对，堂姐，那我先下班了哈。嗯，好。你这个渣女，你是不是叫王丽啊？我打的就是你，勾引我的老公。你看看你手上戴的镯子，是不是他给你买的啊？我老公现在2个月都没回家了，孩子的生活费都没有了。你这个渣女，你怎么下得去手啊？你打错人了，我不叫王丽，我叫刘倩，知道吧？哦，那我打错人了。你给我回来，干嘛呀？怎么了？你这么嚣张，跑到我公司来啊，打我的助理啊，就这样打了，一句道歉都没有吗？嘿，你去打听打听，老娘几十里，方圆几十里，老娘给谁道个歉呀？还让我给他道歉，可能吗？你还不道歉是吧？我告诉你，我的员工在我工厂从来没有受过这个气，来打回来！真的是敢打我！你这个2个渣女，给我等着，我马上叫人来收拾你们2个。行，来，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啊，你们觉得这种女人她该打吗？如果你们觉得该打的话，右边不管是什么，帮我点点。老板，我要辞职，这怎么回事？要辞职啊，小芳？工资太低了，我给你涨工资，我每天要加班，我给你涨1000，我每天还要见客户，涨2000，我的家住的太远了。涨3000可以了吧？那行，老板。这个小家伙，还可以这样操作啊！老板，我要辞职。行了，批了，你到财务去结工资走吧。老板，可是他，可是什么呀？可是老板，我跟你开玩笑的。我可没有跟你开玩笑哦。老板，其实我可以降一点工资的降工资啊，降多少呀？哎，降1000吧。降1000不行，那2000太少了。 3000可以吧，老板？3000，行吧行吧，下去工作吧。主管发工资了。过来了是吧？来，这是你的工资，7000块钱，拿着。哎，主管不对呀，我的工资怎么才7000块钱呢？怎么不对呀？还嫌少啊？你看别人新来的员工都有小1万的，我的工资才7000块钱，我是老员工，在这儿做了5、6年的，又没犯过什么错，对不对？你还跟别人比？别人新来的有什么学历？你是什么学历啊？别人可是大学毕业的，你呢？小学毕业，还跟别人比？来签字，赶紧走人。你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服了啊！我在这儿好歹也干了5、6年了啊！你还跟我杠上了，还好意思说5、6年？别人5、6年的人早就走了，就你还赖在公司不走，还
还好意思？哎，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呀？啊，我是吃你家的了，还是喝你家的了啊？你给我什么态度啊？你如果这样的话，我现在找老板去，这钱我也不要了。哎，你等一下，不是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了啊？哎，老板在给他发工资呢。发工资？不是，公司那个工资不是直接打在工资卡上吗？怎么有这么多现金呢？老板他说我们的工资卡有问题。工资卡有问题？这不对呀！你看你咱们公司也做了有5、6年，是不是？5、6年你的工资是一直给你发现金吗？不是，他就是最近1年给我发的现金。最近1年给你发现金？啊，不是，这管理这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好吧？老板，他不是之前是办的那个假户口嘛？所以被那个上面查到了，然后他的那个就是现在卡就发不进去了那个钱，所以呢现在就给他发的是现金。那发现金现在就是你一个人发的现金吗？不是，有6个人，他们都说我们6个人的户口都有问题。这管理你给我解释一下好吧？你说他有问题，不可能你带过来的6个人都有问题吧？啊，老板是真有问题，他们真有问题是吧？他们几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然后他们不是来的时候都是年龄有点太小了嘛，还没有办那个真正的。你行了，你不要跟我在这胡搅蛮缠的。他们来的几个我都记得啊，年龄有的跟你差不多，怎么就没有到18岁呢？啊，我想问一下你啊，他刚刚跟我说他的工资你现在跟他发的是7000，对吧？在我这做了有5、6年的员工，老员工，现在他的工资都差不多快1万了啊，怎么跟他发7000块钱呢？他刚刚说新来的员工，就是现在咱们新来的员工都有8、9千块钱一个月，你跟他发7000，这是什么意思呀？老板，他们都是我带过来的，那多一点钱，那不得孝敬我一点啊？我想问你个事儿，就是我们在这儿干了5、6年，他说我们怎么还不走？还有个事我还想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公司到底是看的人的能力，还是人品，还是学历？我跟你说啊，能力、学历固然重要，是不是啊？我们公司呢，首先看的是人品，人品不行，咱们工厂呢是坚决不会录用的，好吧？你刚才是怎么说的了啊？怎么叫做了几年的人就走了啊？我想问一下你啊，他们的钱你到底给我去哪儿了？老板，那个钱被我去年挪用了。去年挪用了啊，你胆子还不小啊，是吧？5、6个人，你现在挪用了，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立刻马上把他们的钱欠了多久，欠了多少个人，几个月，你今天一分不少的全部给我拿回来，听到没有？哎呀，那个钱我都买车了，那一时半会儿肯定也补不起来。你补不起来是吧？我告诉你，你今天不管是卖车也好，卖房也好，你务必把这个钱给我补齐。另外呢，你这个人品不行，在我们公司呢也不可能录用你了，好吧？你把这个钱给我补齐了之后，你立刻马上跟我到财务给我结工资走人。你再说结工资，你也没有工资给我结了，你现在可以跟我走人了。你看啊，你等一下呢下去跟你那几个人跟他联系一下，让他们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看他扣了你们多少个月，扣了几个人，统计一下。我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钱现在就发给你们，好吧？好，谢谢老板。那我就在这等着，你把他们都叫过来吧。老板，你看怎么叫他去线上修机器，他都不去。不是张工，你看线上的机器现在都停了，是不是？都停了大半天了，工厂现在都没法运营了。你怎么在这儿呢擦桌子呢？这都不是你的工作，这有保洁做呀。那你问他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呀？老板，上个月他不是在线上清闲的很吗？这个月那个阿姨不是请假几天吗？我让你代替一下阿姨的工作，怎么啦？你还不服啊？他在线上清闲，那证明他的机器维护的好呀。你别把话说那么好听，我跟你说，你把我调到这里来做卫生，不就是为了跟你的阿姨腾位置吗？你说什么呢啊？胡说八道，哪有的事？行了啊，你现在不要跟我在这儿吵了，好吧？你看张工，现在呢，你看李总那批货，广东的是吧？如果这一批货我们赶不出来，要赔违约金，赔不少，对吧？你看平时呢，我对你也不错，那么你今天呢，也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去把那个机器给修一下。我给你的工资呢，从下个月开始啊，在你原有的基础上，给你每个月给你上调3000，你看怎么样？老板，你别在这里跟我说真的那么好听，你别在这里给我画大饼。我告诉你啊，老板，你现在各个工厂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自己看着办，我还不干呢。来，你先别着急，今天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好吧？来，我告诉你啊，今天他的工作是吧？擦桌子，你现在给我擦。什么时候擦的那保洁来了，你什么不擦？好吧？老板，我是管理，我还做这个工作，做多丢人啊！哦，现在到你头上，你知道你是管理多丢人呢啊？那么他是一个维修师傅，你把他安排在这个地方，他就不要脸面吗？现在这个事情放在你身上啊，你就是事儿，在别人身上就不叫事儿，是吧？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个工作你能做就做，
不能做啊，你可以跟我走人，好吧？你不要在公司跟我乱安排工作，好吧？行，我做。哎呀嘞，你看张工，今天呢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现在我们一起到线上去把那个机器给修一下，好不好？好行。走吧。你到底承不承认？没有拿你的钱，主管。到现在还嘴硬是吧？非得让我上手啊！我来看一下，这是我没偷，你还给我没偷？没偷啥呀？本来就没有偷钱嘛。这啥呀？你看一下这是啥？这是我的钱。什么是你的钱？这明明就是我的1万块钱，你还跟我犟嘴不承认呢啊？我没有偷你你的钱。哭什么哭啊？管理哭了钱还你在哭？干嘛呀？你怎么还上手打人呢？这干嘛呀？哎呦，老板，他就是一个小偷，偷我的1万块钱，我在他包里面翻的正好是我的1万块钱，他还不承认，他怎么今天把这个钱带着私自逃回家的？你看，不是这个钱是你拿他的？老板，这是我的行李，他从我行李里面捞出来的，他非要说是他的。这1万块钱是我攒了半年的，我准备回去跟孩子交学费呢。哎呦，在老板面前还装可怜，不还攒了是管你啊半年的。他是什么人品，在我们工厂来了几年，是不是？他什么人品，我们都心知肚明啊！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在别人包里把别人的1万块钱翻出去，说是你的钱呢？他偷我的钱，我不找，我怎么找得到啊？那你的钱不见了，是不是啊？你的钱不见了，你自己去找啊！你怎么能讹上别人呢啊？我现在记起来了，去年你把那个张阿姨是吧，把她逼走了，也说别人拿你的1万块钱，哎，你跑到别人存了半年的钱放在床头柜啊，你去把别人的钱翻走了，说是你的钱，怎么了？那一次我都饶过你了，今天你又想重犯是不是啊？不是老板，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啊？还说我讹他的钱，我跟你说啊，这个钱如果说有一个人说这个钱是他的，我双倍的给他，但是没人说这个钱是他的，这个钱就是我的，你得给我道歉。还有啊，你得马上把他开除了，这个小偷你说还干嘛呀？还跟我要证明是吧？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说这个钱是你的，然后你要双倍给他，是多少钱？2万，是2万是吧？行啊，我告诉你，像你这样私自翻别人的行李，是不是啊？侵犯别人的隐私，我告诉你，这个行为的话，没有人会支持你，好吧？来，屏幕前的家长朋友们啊，我相信呢，人在做，天在看，公道自在人心啊。这个钱是不是这个员工他的钱啊？他都已经说了，这是他存了半年的钱，回去跟孩子报名的钱。那么这个钱是不是这个管理讹他的？我希望你们帮我证明一下，右边不管是什么，帮我点点，谢谢大家，好人一生平安。我告诉你啊，这个钱你现在赶紧给我拿过来啊！你今天这个行为，你私自翻别人的包啊，我就不允许工厂有这样的管理。你现在立刻马上离开我的公司，结工资走人。我去年都给过你1次机会了，好吧？走就走，就你这种老板，我还不想待嘞。老板，没事，来，你把这个钱拿着，我相信你，因为你这个人品呢，在我们公司做了这么多年，是吧？你是什么人品我知道，但是这个管理呢，他之前也犯过这样的事儿，是吧？来，你把这个钱拿着，你这行李清着干嘛呀？哦，我准备回家了嘛。啊，这孩子马上要上学了，是吧？那行，那你现在赶紧把这个行李装着啊，就赶紧回去，好吧？好的。好，那你路上小心点哈。